用微光照亮夜晚，用温暖温润心灵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刚从医院病榻上苏醒，就听见婆婆在电话中难掩兴奋地讲话。张妍妍的双亲都已经离世了，现在她生了小孩，就无法脱身了。她爸妈的遗产和补偿金全都是我们陆家的了。随后是我丈夫低沉的嗓音通过电话线传来：好的，我明白了。关于赔偿金，我会慢慢劝他交出来用。你别老提他生了个女孩这事，万一刺激到他离开，哪里再去找这么一个有钱又父母双亡的儿媳妇？这番话如同一桶冷水迎头倒下，我整个人如坠冰窖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怪不得我们结婚3年以来，他一直坚称家里经济拮据，甚至我生孩子他也没出1分钱。原来我的伴侣也和他的母亲一起在暗中算计我。婆婆和陆晨丽设下了一个巨大的陷阱，就等着榨取我和我父母的血肉。一想到保温箱里那个小小的生命，我的心中便涌起一股力量，我不能就此屈服。曾经我被父母庇护了30年，如今我也必须成为能够保护我女儿的母亲。出院后的第2天，我秘密购买了机票，匆匆飞回故乡处理父母的身后事。等到陆晨丽赶来时，我已在家族亲友的帮助下处理完了父母后续的赔偿和保险相关事务。陆晨丽在保险公司的大厅里接到我，她看到我时眼眶立刻红了。妍妍，你怎么一个人就跑回来了？吓死我了！看着她假惺惺的心疼模样，我心里暗骂虚伪，嘴上却只说回家。原本我打算等孩子出院后就与这家人彻底摊牌，但因为长途奔波，导致我腹部的伤口再次撕裂，并出现了严重的液化，每天都需要去医院治疗，根本没有余力去照顾孩子。陆晨丽不放心留我一个人在家，于是跟我商量，明天让我妈来照顾你吧，你现在身体状况太差了，需要有人在身边。我同意了他的提议，然后趁机请人来家里安装了监控设备。第2天一大早，婆婆就来了。她首先冲进我的房间，夺走了我的手机。手机我先帮你收着，坐月子期间看手机对眼睛不好。接着她端来了一锅清淡至极的稀粥，然后砰的一声甩门而出。她完全不顾我伤口液化带来的剧痛，让我无法起身，还要照顾女儿的喂奶和换尿布等琐事。我趁婆婆上洗手间的空档，挣扎着站起来，偷偷用她的手机邀请各路远房亲戚和妯娌来玩，并迅速删除了聊天记录。婆婆一向喜欢在亲戚面前扮演好婆婆的角色，今天我就要让她在所有人面前丢尽颜面。婆婆在众多亲戚中得意地宣称，看看我把儿媳妇照料得多周到，手机都帮她管着，孩子也不用她操劳，饭都端到她手上。这老太太一边算计我，一边还往自己脸上贴金，真是无耻到了极点。不久，门铃骤然响起，原来是我预约的月嫂到了。请月嫂来干嘛？有我在，难道还照顾不好你吗？婆婆的脸色顿时阴沉下来。是啊，你照顾的确实挺周到的，孩子你不管，我这个需要哺乳的人，你就给一锅清汤寡水的稀饭，然后一整天就见不到人影，只顾着自己玩手机。幸亏我早有防备，还能用备用的手机请月嫂来救我于水火之中。说着，我愤然将那锅稀饭当着众人的面重重地放在茶几上。婆婆这个人最爱面子，又受不了一点激将，她跳起来嚷道：
想当年我们生完孩子就下地干活，怎么到你这儿，一个没爹没妈的，反倒娇气起来了，觉得我照顾得不好。你回自己家去啊！老太婆故意刺激我，你以为只有你会演戏吗？我用手捂住脸，放声痛哭，边哭边控诉：你明明知道我父母刚刚遭遇车祸，还这样故意刺激我，不就是想逼死我，好独占张家的财产吗？有位阿姨看不下去了，出言讥讽道：真是不怕老了以后遭报应啊！说完又扶着我安慰道：孩子别哭了，坐月子期间哭对眼睛不好。另一位阿姨也劝婆婆：要不我们还是先走吧，年轻人有自己的生活方式，我们就不打扰了。我不走，我儿子的家不就是我的家吗？我想怎样就怎样。婆婆一屁股坐在地上，耍起无赖来。我冷笑一声说：这里是我家，请你立刻离开。不知道是谁通知了陆晨丽，他赶到时正好听到我这句话，立刻质问我：你怎么能这样对待我吗？婆家的亲戚们七嘴八舌地解释着，最后陆晨丽黑着脸送走了婆婆和客人。我回到卧室，打开手机监控，看到她掏出了一张卡递给了婆婆。这个虚伪的男人一直说自己没钱，原来他的钱都给了他妈妈。陆晨丽回到房间，开始低声下气地哄我：妍妍，我妈现在就是更年期，跟谁都合不来，你别跟她一般见识。我回头再也不让她来了。我不理她，她又俯身去逗女儿开心。虽然陆晨丽这个人很混蛋，但她对女儿的爱是发自内心的，每天下班后就回家陪女儿玩耍，那种眼神里的爱意是藏不住的。我本来想就这样过着日子算了，毕竟我现在身体不好，女儿还需要打疫苗、定期体检等事情要忙，我还需要陆晨丽这个工具人的帮忙。这天，我和月嫂带着宝宝出门回来后，发现抽屉里的现金不见了。我查看监控后，发现是陆开礼和婆婆来过一趟，他们不仅拿走了现金，还顺走了我很久没戴的金饰。看来安装监控还是很有用的。我叮嘱月嫂先不要声张放长线钓大鱼，涉及的金额越大，对他们的惩罚就越重。这日晚上，陆晨丽特许月嫂休假，她亲自下厨，准备了一桌丰盛的晚餐。之后，她试探性地向我询问：妍妍，关于爸妈的赔偿手续，你是否已经全部处理妥当？还有什么地方是我能为你分担的吗？哼，她可真是心急呀！我轻描淡写的回应：已经到账了，总共是400多万。这么多？陆晨丽的脸上闪过一丝惊愕与欢喜，我斜睨了他一眼，他迅速掩饰住脸上的喜色，清了清嗓子说：哦，我没别的意思，就是陆开礼不是要结婚了吗？我没兴趣听他找借口，直接打断他的话：你们就别惦记了，我已经用这笔钱在我老家给女儿买了2套房子，这是他外公外婆的遗愿。陆晨丽惊愕地望着我，一下子买2套房子，全都花完了。我点点头，陆晨丽的脸色顿时变得难看起来。我故意逗他：不过还剩下几十万呢。陆晨丽闻言立刻抬起头：那能不能？不能。我毫不犹豫地打断他，摇头说：我叔叔特意叮嘱过，我爸妈的遗产只能用在女儿身上，若是给了别人，我怕他们在天之灵会不安。陆晨丽被我噎得无言以对。深夜，我察觉到他悄悄起身去了书房，在我放银行卡的抽屉里翻找了好一阵子，却一无所获。在昏暗的灯光下，他的脸色显得格外阴沉，但我知道他们母子绝不会就此善罢甘休。经历了一系列的变故后，
我对于女儿的满月宴也失去了兴致。但娘家的亲戚们都表示，无论是否办酒席，他们都想要来看看宝宝。于是我想了想，决定还是在酒店摆上几桌，邀请亲戚们聚聚，一起热闹热闹。再说，我的身体也恢复得差不多了，有些事情是时候做个了结了。满月宴这天，陆晨丽通知了陆家的亲戚，而我娘家的叔叔、舅舅、姨妈以及表兄弟、堂兄弟们也都齐聚一堂。大家围着女儿，一个个都爱不释手。长辈们回想起突然离世的我父母，都忍不住红了眼眶。就在这时，一阵喧哗声传来，我和陆晨丽赶忙去看个究竟。只见陆开礼满脸通红地举着酒杯，跌跌撞撞地招呼着他的那些酒肉朋友，大家随便吃，随便喝，今天所有的消费都算我的。我妈说了，张家的人都快死绝了，他们的财产迟早都是我的。听到这话，我顿时气血上涌，浑身发抖。陆晨丽回头看了我一眼，然后驾着醉醺醺的陆开礼往外拉。我几步追上去，狠狠地扇了陆开礼一巴掌。婆婆见状冲了上来，对着我的脸就抓了过来，边抓边骂道：“你这个贱人，竟然敢打我的儿子！”陆晨丽见状，连忙松开陆开礼来保护我，而我的几个堂兄弟也趁机把陆开礼拉了出去。整个场面顿时乱作一团。张家来的亲戚们气得纷纷挽起袖子，准备动手。陆晨丽则忙着求情哄劝，几乎快要下跪了。而那些明事理的陆家亲戚也在一旁帮着说好话。这场满月宴真是糟糕透顶，一片混乱。陆晨丽在安抚完我家的亲戚后，又来安抚我。我瞥了他一眼，淡淡道：“我和你在一起，只要你对我忠诚，我可以不计较这些纷扰。”陆晨丽脸上流露出感激之情。我接着说：“你去把你妈和你弟弟叫来，你们3个人去向我家的亲戚道歉，好好陪他们喝酒，直到他们原谅你们为止。”陆晨丽急忙点头，转身去了休息室找他母亲和弟弟。没过多久，他们母子3人一同走了出来。尽管婆婆和陆开礼脸上写满了不情愿，我悄悄跟几位能喝的亲戚交代了几句，然后借口宝宝饿了需要喂奶，先行离开了。当天色渐暗时，堂兄弟们终于扶着陆家母子3人回到了家。我指挥着堂兄将他们带进客房，并找来了3根手指粗细的麻绳。我的大堂哥曾经当过兵，接过麻绳，将这3个人绑在了椅子上，就像3个被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大肉粽。我端来一盆凉水，哗啦一声泼在了他们身上，将这3个醉得不省人事的人叫醒。陆开礼挣扎着嚎叫，我伸手拍了拍他那张肥肉横生的脸，问：“酒醒了吗？还想再吃张家的人血馒头吗？”婆婆刚想开口，就被我的堂嫂塞进了一团臭袜子。陆晨丽愣了一会儿，才回过神来，慌张地说：“妍妍，你这是在做什么？快把我们松开，我们好好谈谈。”我拉过一把椅子，悠然地坐在她对面，冷冷地说：“你的好弟弟和你妈毁了宝宝的满月宴，还对我死去的父母出言不逊，你觉得我们能好好谈吗？妍妍，你快松开我们，你这样做是犯法的。”陆晨丽还在试图说服我，我眯起眼睛，挑眉一笑，反问他：“我犯什么法了？邻居们都看到了，你们是喝得烂醉如泥回来的，我只是在帮你们醒酒而已。这些亲戚都可以作证，我们没有做任何违法的事情。”陆开礼像猪一样嚎叫着：“救命啊！”大堂哥一把卸下他的下巴，转头问我：“妹妹，可以开始了吗？”我点点头，说：“记得别留下痕迹，
把握好分寸。早已按捺不住的兄弟姐妹们一拥而上，对着陆开礼就是一顿痛打。陆开礼疼得汗流浃背，却偏偏发不出声音。我拿掉婆婆嘴里的臭袜子，警告她：如果你敢叫，我就阉了你儿子。婆婆疯狂地摇头，说：我不叫，我不叫，你别伤害开礼，你要打就打陆晨丽，他是你老公。我愣住了，转头看向陆晨丽，他还是婆婆的儿子吗？陆晨丽也露出了难以置信的表情，大喊一声：妈，你在说什么呀？婆婆毫无愧疚之意，继续对我说：陆晨丽说把你父母的赔偿金骗来给陆开礼买房子，这都是他的主意，你要打就打他，跟开礼没关系。婆婆的一番话让我们所有人都惊呆了，亲戚们停下手来，齐刷刷地看向婆婆和陆家兄弟。陆晨丽痛苦地说：妈，你怎么能这样对我？我不是你儿子吗？我对你不好吗？这个妈宝男受到这样的刺激，会不会有所觉醒呢？我示意亲戚们暂停动手，先看看他们这场好戏如何收场。婆婆脸上显露出微妙的不自在，但当她目光转向陆开礼时，神情又迅速变得坚决。她开口道：你本来就非我亲生，我们现在就断绝母子关系，从今往后，我和陆开礼与你们夫妻俩再无瓜葛。妈，你怎么能如此偏袒？陆晨丽的声音中透露着深深的失望。婆婆口中继续吐出冷漠的话语：你是我收养的，不信你回村里问问那些老人，我养了你这么多年，你回报我和开礼也是理所当然。现在你妻子如此疯狂，可别把我们拖下水。这番话让在场的人都愣住了。陆晨丽的眼眸变得猩红，她声音嘶哑地喃喃自语：难怪你从小就偏爱弟弟，难怪你从不关心我过得如何，只是一味地剥削我，难怪呀。婆婆转过头来，带着谄媚的笑容向我求饶：妍妍，你就放过我吧，你们夫妻之间的账关上门自己算，我以后和开礼会躲得远远的，再也不会来打扰你们。我和亲戚们相视一眼，都觉得这一切荒诞至极。我逼视着婆婆：你真的保证不再来骚扰我们了？不会了，再也不会了。婆婆急忙点头，如同捣蒜一般。那你花掉我的钱怎么算？我继续追问。婆婆立刻回答：我还，我回去就借钱还给你。我拿出一张纸，你写个借条，就写欠我10万块钱，省得你到时候赖账。虽然婆婆满脸不情愿，但瞥了一眼我那些身材高大的兄弟们，只得低头认命地写起借条来。我接过欠条，仔细检查了一遍，然后松开了婆婆和陆开礼，在几位兄弟的陪同下，将他们母子送出了小区。回过头来，我看着半躺在椅子上的陆晨丽，她神情瘫软，目光无神。我开口说道：老公，我们之间的账也该好好算算了。陆晨丽仿佛被他妈妈抽走了灵魂一般，我看着只觉得好笑。之前我们为数不多的几次争吵都是因为他妈妈，那时候他总是说：那是我妈，她能有什么恶意？那是我妈，她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们好。哪个妈妈会害自己的孩子？她只是年纪大了，有些糊涂而已。后来我就尽量减少和婆婆的接触，而陆晨丽只要不碰到她妈妈，其他时候对我也挺好的。我就想着，我又不是跟婆婆结婚，而是看中了陆晨丽这个人，所以就没跟她太过计较。如果不是她这次触碰了我的底线，我可能还会体谅她的不易。未曾料想，最终让她颜面扫地的竟是他一直维护的母亲。夜色已深，我安顿好亲戚们去就近的酒店休息，
而月嫂也已带着孩子在隔壁房间安然入眠。我解开了束缚陆晨丽的绳索，递上一杯水，轻声说道：“我们该好好谈谈了。”陆晨丽点点头。我随即从抽屉中取出早已备好的离婚协议书，你看看，若无异议，就请签字吧。陆晨丽终于回过神来，惊愕地问道：“你要跟我离婚？”“我不离。”“妍妍。”我平静地回应，“这一天我期盼已久。”“陆晨丽，你别无选择。”陆晨丽哽咽着，“妍妍，我不能没有你和女儿，我爱你们。”我苦笑，“你说你爱我，却每每在你妈伤害我后轻描淡写，甚至和你妈密谋如何骗取我父母的赔偿金来为你弟弟买房。你的爱太廉价了，我和女儿不需要。”我失望地摇头。陆晨丽急忙辩解：“不是这样的，以后真的不会了。”我冷笑：“如果不是你妈今晚离你而去，你依然会把我和女儿的需求抛诸脑后。”陆晨丽，人心不是一下子变冷的。我张妍妍不会再沉浸在爱的谎言中自欺欺人。其实我心里清楚，今晚婆婆的闹剧确实会让陆晨丽心寒。若没有婆婆的挑拨，她或许能回归为一个好丈夫、好父亲。但我绝不接受成为别人的次要选择。我的女儿也理应得到世间最真挚的爱。面对陆晨丽的拒绝签字，我淡然开口：“家里安装了监控，你和你妈的算计都被记录得一清二楚。若你不签，这些证据将会公之于众。你也是个要面子的人，别让自己太难堪。”陆晨丽终于垂下高昂的头，眼中流露出纠结与痛苦。我将纸笔推到他面前，催促他尽快签字。在这份协议上，他放弃了抚养权，属于我的财产也全部归还。经历这一切后，我已不欲再考验人性，只想趁陆晨丽愧疚最深时，最大化我的利益。出乎意料的是，阻碍我和陆晨丽离婚的，并非陆晨丽本人，而是那如影随形的婆婆和陆开礼。不知他们从何处得知消息，竟在民政局前拦住了我和陆晨丽。我和陆晨立定好日子后，便一同前往民政局。一路上，他始终保持沉默，直到工作人员准备打印资料时，他突然出声道：“请稍等一下。”我心头一紧，以为他要变卦，正欲发火，却听他缓缓说道：“我想修改一下协议内容，将所有的财产和房产都归女方所有。她一个人带着孩子不容易。陆晨丽，你离婚就离婚，为何要放弃所有财产？”婆婆的尖锐声音在民政局大厅内回荡，引来众多路人的关注。我抬头一看，发现陆开礼也跟着婆婆一起来了。陆晨丽面色阴沉地说道：“你不是说和我断绝关系了吗？我离婚又关你什么事？请你离开。”婆婆也一脸不悦地反驳：“你跟我断绝关系是你的事，但房子跟我有关系。你当初结婚买房的时候还是我儿子，我也出了钱的。现在你们离婚了，房子就应该还给我。”这番话真是厚颜无耻至极，我甚至开始有些同情陆晨丽了。陆晨丽迅速调出转账记录，冷静地说道：“这套房子价值300多万，首付大部分是妍妍家出的，我只出了很小一部分，而我出的那部分钱都是我自己工作后省吃俭用攒下来的。你是出了钱，但仅仅666块，你还好意思提这个要求？”此时的陆晨丽仿佛觉醒了一般，战斗力爆棚。围观的人群中传来嘲笑声，有人窃窃私语：“这脸皮也太厚了吧！估计就是这婆婆导致他们离婚的。”
做他的儿子真是太惨了。幸好女方及时醒悟，脱离了苦海。尽管被众人奚落，婆婆却毫无羞愧之意，而陆开礼甚至威胁我：嫂子，你逃得了一时，逃不了一世。你在这里没有亲人，这房子你只怕保不住。大厅里的保安听不下去了，站出来保护我。你在政府机关威胁公民安全，是藐视法律吗？快离开，不要妨碍我们工作。2名保安架着陆开礼往外走，而婆婆竟然一屁股坐在地上耍赖，大喊大叫：打人了！民政局的工作人员打人了！陆晨丽怒吼一声：够了！她走到婆婆面前说道：在法律上，我还是你的儿子，我可以作证，这里没有任何人打你，而且这里也有监控录像。终于摆脱了婆婆和陆开礼的纠缠后，我和陆晨丽顺利地领取了离婚证。整个过程耗费了1个多小时。当我们走出民政局大门时，陆晨丽带着苦涩的笑容问我：我还能再抱你一次吗？我微笑着回应：当然可以，你毕竟是孩子的爸爸，在我们各自找到新的归宿之前，我们还可以是朋友。陆晨丽带着些许落寞的笑容，张开双臂准备拥抱我时，我的手机突然响了。月嫂在电话里焦急地说：妍妍，你快回来呀！你婆婆和小叔子在砸门啊，孩子都被吓到了。这2块令人作呕的烂泥，真当我没办法治他们了吗？我立刻拨打了110报警电话，并急速往回赶。陆晨丽也跟着上了车，我并未阻拦，他毕竟是他的家人，这个烂摊子理应由他来收拾。我们急匆匆地赶回家时，发现家门口已经围聚了几个看似不良的青年，一堆散发着恶臭的垃圾堵在门口。物业管理人员正在现场进行调解。陆开礼一见到我，脸上就露出了得意的笑容，嘲讽地说：哼，我就知道你躲不掉，一个女人带着孩子还想跟我斗，趁早把这房子交出来，省得麻烦。这家伙真是胆大包天，竟然还惦记着我的房子。陆晨丽愤怒地冲上前去，狠狠地扇了陆开礼一巴掌，并指着他的鼻子大骂：带着你的人立刻滚蛋！陆开礼捂着红肿的脸颊，不怀好意地盯着我，阴阳怪气地说：嫂子魅力可真大呀，离了婚还跟我哥这么藕断丝连的，我就站这儿不走了，看你们能把我怎么样？我又没干什么，就站在这儿总可以吧？陆晨丽气得浑身发抖，毕竟在这个小区住了好几年，熟人不少，他一直看重的家人如此不顾他的脸面伤害他，他的名声也算是毁了。没过多久，警察也赶到了现场。那几个混混和陆开礼一副嬉皮笑脸的样子，对警察说：警官，我们就是在这儿站会儿，聊聊天而已，没干别的。警察严肃地问：那这些垃圾是怎么回事？哎呀，我们不小心手抖了一下，他们一副无所谓的样子。陆开礼更是厚颜无耻地说：这是我哥家，我们都是一家人，这是家事，警官您就不用管了。我冷笑一声，反驳道：首先，我和你哥已经离婚了，我们已经不是一家人了。其次，我现在就要起诉你，威胁我的人身安全，还有盗窃罪。陆开礼满不在乎地说：嫂子，你可别吓唬我，我陆开礼可不是被吓大的。我拿出手机，播放了之前录制的监控视频给警察看，然后又打开房门，请警察进去查看现场。我冷静地问：历次累积盗窃的财物将近10万，请问警察同志，这种情况要判几年呢？我本来打算处理完离婚事宜后就去告陆开礼的，现在看来可以省事了。
警察看到确凿的证据后，表情变得非常严肃。如果犯罪事实属实的话，要判3年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。那些小混混们一看情况不妙，立刻像鸟兽般四散而逃。陆开礼也想逃跑，但被警察及时按住了。在警局录完口供后，陆晨丽用复杂的眼神看着我说：“妍妍，我真的没想到你会在家里装监控。”我冷笑着回答：“一个没有父母庇护的孩子，总得学会一些自保的手段吧。对不起，妍妍，是我没有尽到一个丈夫应有的责任和义务。”陆晨丽十分诚恳地向我道歉。我挥了挥手说：“你还是先想想怎么跟你妈交代吧。”我们离开警局后，陆晨丽提出送我回家，我拒绝了。现在的我不想与他有任何的牵扯，只想一个人静静地待会儿。回到家，月嫂急忙迎了上来，一脸担忧地问：“妍妍，你没事吧？开礼他们没再来闹事吧？”我摇了摇头，表示已经解决了。月嫂这才松了一口气，转身去照顾孩子了。我坐在沙发上，回想起今天发生的一切，心中五味杂陈。陆开礼和婆婆的所作所为让我深感痛心，但同时也让我更加坚定了要保护好自己和孩子的决心。接下来的几天里，我过得异常平静。陆开礼和婆婆没有再出现，我也开始逐渐适应这种单亲妈妈的生活。虽然有些辛苦，但每当看到孩子熟睡的脸庞时，我就觉得一切都值得了。然而，这种平静并没有持续太久。1个星期后，我接到了一个陌生来电：“是妍妍吗？我是陆晨丽的朋友，她现在在医院，情况不太好。他希望能见见你。”电话那头传来一个焦急的声音，我心中一惊。虽然不想再与陆晨丽有任何瓜葛，但听到他出事的消息，我还是忍不住担心起来。毕竟，他曾经是我生命中的重要人物。我匆匆赶到医院，看到陆晨丽躺在病床上，脸色苍白，双眼紧闭。他的朋友们告诉我，他是在回家的路上突然晕倒的，被路人发现后送往了医院。我站在病床前，看着这个曾经深爱过的男人，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情绪。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，只是默默地握住他的手，希望他能够感受到我的存在。过了一会儿，陆晨丽缓缓地睁开了眼睛，他看到我时，眼中闪过一丝惊讶和欣喜。“妍妍，你来了。”他虚弱地说。“你怎么样了？怎么会突然晕倒呢？”我关切地问。陆晨丽苦笑了一下，说：“可能是最近太累了吧，公司的事情很多，家里也出了不少事情，有些心力交瘁。”我叹了口气，说：“你要好好照顾自己啊，身体是革命的本钱。”陆晨丽点了点头，突然紧紧地握住我的手，说：“妍妍，我知道我错了，以前我没有好好珍惜你，让你受了很多委屈。现在我明白了，你才是最重要的。你能给我一个机会吗？我愿意用余生来弥补我的过错。”听着他的忏悔和恳求，我心中一阵悸动，但是理智告诉我不能再重蹈覆辙了。我们已经回不去了。我轻轻地抽出我的手，说：“陆晨丽，我们已经离婚了，你现在应该好好养病，不要想太多。”说完这句话后，我转身离开了病房，心中充满了无奈和惆怅，但同时也更加坚定了自己的选择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我开始重新规划自己和孩子的生活，努力让自己从过去的阴影中走出来。虽然我们没有了奢华的生活，但是却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平静和温馨。然而，就在我逐渐适应这种新的生活方式时，一个意外的消息打破了这份平静。陆晨丽的公司破产了。
这个消息对我来说犹如晴天霹雳。虽然我们已经离婚了，但是毕竟曾经深爱过，我不希望他遭遇这样的困境，而且他的破产也会影响到我和孩子的生活费来源。我虽然已经找到了工作，但是收入并不高，还要抚养孩子长大成人，经济压力可想而知。就在我为这个问题烦恼不已的时候，一个意想不到的人出现了。陆开里，他找到我，一脸诚恳地说：“妍妍姐，我知道你现在一定很担心我哥，其实我也很担心他，毕竟他是我亲哥呀。但是现在更重要的是你们母子俩的生活问题。我以前对不起你们，但是我希望你们能够过得好一点。”说着，他从口袋里拿出一张银行卡递给我。这里面有一些钱，虽然不多，但是也够你们母子俩用一段时间了。密码是我哥的生日。我看着眼前的陆开里，心中感慨万千。没想到在这个时候，他会伸出援手，帮助我们母子俩渡过难关。虽然他曾经做过很多错事，但是此刻他的举动让我感到无比的温暖和感激。谢谢你，陆开里。我接过银行卡，感慨地说：“希望你以后能够好好做人，不要再走弯路了。”陆开里点了点头，表示一定会改过自新，重新做人。我看着他离开的背影，心中充满了希望和期待。在接下来的日子里，我用陆开里给的钱租了一个小房子，和孩子一起生活。虽然简陋，但是却充满了温馨和幸福。我也找到了一份稳定的工作，开始努力地为孩子创造一个更好的未来。而陆晨丽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低谷后，也开始重新振作起来。她找到了新的投资方向，并开始重新创业。虽然过程很艰辛，但是她却从未放弃过自己的梦想和追求。几年后，当我们再次相遇时，她已经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了，而我也成为了一个独立自信的单亲妈妈。我们相视一笑，彼此都明白对方已经走出了过去的阴影，开始了新的生活。你最近还好吗？陆晨丽看着我微笑着问。我很好，我点了点头回答。你呢？我也很好。陆晨丽说着，从口袋里拿出一张名片递给我。这是我现在的公司，如果你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可以随时找我。我接过名片看了一眼，上面写着长青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陆晨丽。我微笑着将名片收进口袋里，然后说：好的，如果有需要，我会联系你的。说完这句话后，我们相视一笑，然后转身离开了彼此的生活。或许这就是最好的结局吧。我们都已经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幸福和生活方式，过去的种种已经成为了回忆，而我们也将继续前行，迎接未来的挑战和机遇。在接下来的岁月里，我努力工作，照顾孩子，并时刻保持着积极向上的心态。虽然生活中仍然会遇到很多困难和挫折，但是我却从未放弃过自己的梦想和追求。我相信，只要坚持不懈地努力下去，未来一定会更加美好。同时，我也感谢那些曾经帮助过我的人，感谢他们给予我的支持和鼓励，让我能够更加勇敢地面对生活的挑战。故事完，接下来是我们本期第2个故事。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准婆婆怀孕了，还说长嫂如母，这个孩子得我出钱养，气得我大闹一场，直接分手。结果他家把孩子打了，然后道德绑架我。我妈因为你都把孩子打了，你工资上交怎么了？我妈因为你都把孩子打了，说你2句怎么了？甚至到处宣扬我恶毒，坏我名声，毁我事业。重来一世，我不再犯傻。生，一定得生，爱谁谁。反正这个火坑
我先爬出去了。儿子，妈怀孕了。你也知道，爸妈都没有退休金，长兄如父，长嫂如母，这孩子生下来得你出钱养。男友陆明满口答应。妈，你只管生，我来养。听着噩梦般的对话，我睁开眼，发现自己重生了。上一世陈兰怀孕，我在卧室听到后，气得牙痒痒。我表弟考上大学，我奖励了他5000块钱。陆明知道了，跟我好一顿吵，说我伏地魔，以后肯定会扣小家，贴补娘家。结果他这里养妹妹就是天经地义了，气得我当场就冲出去大吵一架，坚决不同意陈兰生孩子。陆明威胁我说，要么分手，要么养孩子。上一世我也不傻，他工资还完，房贷就没多少了，家用都得我出，哪有钱养孩子？还不是想靠我，更何况婚房还没我名呢。气得当场分手。没想到陈兰竟然把孩子打了，陆明又来跟我赔礼道歉，当众下跪。我一想，主要矛盾没了，就在朋友的怂恿下答应了。结果没想到噩梦才刚刚开始，道德绑架这个词被他们用得明明白白，动不动就我妈为了你都把孩子打了，说你2句怎么了？我妈为了你都把孩子打了，让你买点营养品怎么了？我妈为了你都把孩子打了，使唤你2下怎么了？我一反驳，他们就全小区宣扬我恶毒，败坏我名声，甚至闹到单位，说我厉害，不许婆婆生2胎，害得我风评很差，晋升无望。我的人生就像被一团臭气笼罩，暗无天日，看不到希望。直到后来被我无意中听到，陈兰当年堕胎跟我根本没关系，是陆明分手后相亲。别人一听他妈肚子里还有一个，连面都不愿意见他。他妈被逼无奈，这才去堕的胎。结果他们却把这一切怪在我头上，道德绑架了我，毁了我一辈子。想起这些事，我就气得一阵心绞痛，不自觉流下了眼泪。这一世我不再犯傻了，不能给他们道德绑架我的机会。我起身出了卧室，阿姨怀孕了，是准备生下来。陆明神色有些慌张，陈兰倒是一脸平静，甚至悄悄翻了个白眼。她老神在在地坐在我出钱买的沙发上。对，我儿子说了，他养。我心里冷笑，从恋爱时开销也到不要彩礼，我通情达理，步步忍让，结果到了他们眼里成了倒贴。他们就是笃定了婚期在即，我不会离开陆明。我装作善解人意的样子，他是长子，有这个责任。对了，阿姨，你这超高龄产妇可得小心养着。这样吧，我去给你买点营养品。听我这么倒贴，陈兰脸上更是不屑。陆明有些疑惑地看着我，最后说，那你快去快回，我妈现在需要人照顾呢。呵呵，照顾你奶奶个腿，需要人？你不是人吗？你不能照顾吗？我嘴上应着知道了，抓着包飞快地离开了婚房。我怕再待下去就会忍不住吐出来。出了小区，我先找了卖燕窝的朋友买了2000的货，拜托他开了4000的发票，然后找了个跑腿，多付了几百，拜托他演场戏。上一世复合后，陆明就说他妈因为我堕胎了身子虚，让我找朋友买燕窝给陈兰吃。我那时候脑子没转过来，傻乎乎的又搭人情又搭钱的买了燕窝。结果陈兰怀疑我朋友以次充好，跑去他店里大闹一通，害得我丢尽了脸面。安排好这些，我就回了家。一进屋看到妈妈就哭得不能自已，给我妈吓了一跳。怎么了？这是不是他们家欺负你了？我爸妈都是老师，最讲究脸面的。上一世我被泼脏水，多少人在背地里编排我爸妈伪善，教养出个恶毒心肠的女儿，气得我爸心梗发作。
我妈神经衰弱。我说：妈，婚事暂停，我有事跟你说。然后把陈兰怀孕以及我想迂回分手的方法都说了。我妈看着我，久久不语。最后她深叹一口气：三人成虎，人言可畏。明明我闺女才是受害者，却不能明明白白的直接分手，这世道舆论害人呐。正说话时，跑腿给我发信息说搞定了。我一打开婚房的业主群，就看到里面热闹极了。3号楼那个我记得是婚房啊，确定不是小两口怀孕，是老的怀孕，这还有假人跑腿小哥找不到道，哥那问半天了，就是3号楼姓陆那家，婆婆姓陈，准儿媳花了好几千，特别买燕窝给怀孕的婆婆补身子的。一时间群里讨论开了，有说我孝顺的，有说我傻的，还有说陈兰老蚌生珠了不起的，甚至有开颜色玩笑的。不得不说，吃瓜群众的力量强大，足足讨论了几百条。当然他们是看热闹，不嫌事大。就一如前世陈兰泼我脏水的时候，最后陆明说了一句：这是我家私事，谁在讨论我报警了。有人对他：我们又不是造谣，难道你妈没怀孕吗？我笑了，一模一样。当初也有人对我：难道你没说不让她生孩子吗？陆明气急败坏地给我打电话：你怎么回事？买个燕窝闹得人尽皆知，全小区都在看我们笑话。呵，原来你也知道你妈怀孕是个笑话。我立马拔高了声音骂他：你有毛病吗？这事能怪我吗？合着我好心好意花4000块钱给你妈买燕窝，还买错了呗。陆明那边立刻就萎了：媳妇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说……没等他说完，我冷哼一声就挂了电话。你好声好气跟他说话，他不拿你当回事，非得骂2句，他才知道夹起尾巴做人，真是贱蹄子。打开微信，把燕窝发票拍了发过去，好心当做驴肝肺，你要有点脸，就把燕窝钱还我。没过多久，陆明不出所料的给我转了4000。这么些年，我是看出来了，他真是又抠又讲究，就怕别人说他抠。以往我都小心地照顾他那颗敏感的心，现在，呵呵，陆明给我发消息：我错了，不该对你发脾气，不过钱也给你了，你去业主群里解释一下吧，毕竟现在面子不好看。呵呵，现在就嫌面子不好看了？不，这才刚刚只是我计划的开始。不过我还是去业主群发了消息：燕窝是我自愿买给男友妈妈的，大家不要再说了，毕竟老人身体健康才是小辈的福气嘛。这么好的树立受害者形象的机会，我怎么会放过呢？发出去后，群里的讨论声少了很多，毕竟当事人在里面看着呢。但是私下呢，不出所料，有几个人加我都一一通过。点开他们朋友圈，多是宝妈，全都委婉地劝我把婚事再考虑考虑。恋爱是2个人的事，婚姻却是2个家庭的事，还说有时候婆媳关系至关重要。我不禁有些感动，果然女孩帮助女孩。陆明又打来电话：你什么时候过来？这都快晚饭点了。我心里冷笑，今天要不是新家具入屋，我也不会过去。陈兰嚷嚷着新婚得用新家具，却不掏1分钱。我没跟她计较，掏钱换了几样。一是原来的家具的确破破烂烂，也难看得很；二是想着反正以后都是我用，现在真是后悔掏这钱。家具都送到了，我还过去干嘛？你们自己吃吧，不用等我。陆明有些抱怨：不是，媳妇，我妈做的饭没你做的好吃，我吃不下。我直接气笑了，这他妈等着我做饭呢。以前陆明总吃外卖，我心疼他，空闲的时候就给他露2手补充营养。
现在他也配？我张开嘴就是一顿输出。陆明，你还是不是人了？你妈怀着孩子呢，你好意思让她做饭吗？再说你妈的饭你都吃20-30年了，现在大了开始嫌弃你妈的饭不好吃了，有你这么做儿子的吗？道德绑架吗？谁不会呀？陆明那头都傻了。不是，我没嫌弃。那我不是不会做饭吗？不会就去学，谁天生就会的？今天不会就点孕妇营养餐，你妈养你这么大，你不会这么点钱都不愿意花吧？陆明还不死心，媳妇，我就是想吃你做的饭了，那你想着吧。话说完，啪的我就挂了电话。不得不说，随心所欲对人的感觉太爽了。晚上陈岚就阴阳怪气地发了个朋友圈，3菜1汤，一看就是他自己做的，怀着小的，照顾大的，还好我大儿子爱吃。呵，我就知道陈岚舍不得他儿子花钱点营养餐。陆明这个自私妈宝男也不会自己下厨，什么心疼他妈，不过是道德绑架妻子的话术罢了。垃圾！陆明他爸评论：怎么你做饭呢？小宋呢？陈岚回复：使唤不动，白眼。JPG 啧，可惜微信不能给单独评论点赞，否则我非给这一句点赞不可，只能给陈岚的朋友圈点个赞，表示已阅。不仅如此，我也发了个朋友圈，把陈岚怀孕以及我买燕窝的事大肆宣扬了一下，好好营造个缺心眼的傻姑娘人设，还交代了我爸妈在单位吐苦水。以往我们总认为家丑不可外扬，那些糟心事从不往外说，以至于陆明泼我脏水的时候先入为主，害得我们百口莫辩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我就提着饭店打包好的营养餐到了婚房，坐在楼下长椅上抹眼泪。没过一会儿，早起买菜锻炼的热心大姨们就围了过来。大闺女，怎么了？这是……我抹眼泪，可怜巴巴。我男友妈妈怀孕了，我好心买了些燕窝给她，结果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业主群里都在讨论这事。男友跟我一顿好吵，说我丢他人了。哟，那傻闺女是你，不是我说。你这男朋友家挺不是东西的。大闺女，你图他家啥？不得不说，大姨们的共情能力就是强，几句话就开始义愤填膺，脑补大戏。我继续委屈巴巴，我能图他什么？他房子没我名，工资也就够还房贷的，彩礼也没有，我还贴钱给他买家具，就图他对我好，好好过日子。大姨看我的眼神已经从同情变成了恨铁不成钢。傻闺女，大姨过来人，你这不值当的。又说了几句，我提着营养餐垂头丧气地走了。单一个业主群怎么够呢？我得借助大姨的力量，让陆家的所作所为扩散开来。一连好几天，我都到婚房楼下溜一圈，再提着营养餐回家跟爸妈吃。果然没几天，陆明气急败坏地给我打电话：你是不是说什么了？我妈说她出门买菜的时候老有人对她指指点点的，还说什么连彩礼都没有，算计人家小姑娘。我也不甘示弱：你有毛病吧？没彩礼这事不是你妈到处嚷嚷的吗？现在怪到我头上来了。我跟陆明自由恋爱，而我又是家中独女，从不缺吃少穿，对金钱看得淡，所以当陆明哭诉他父母不容易，没钱给不起彩礼的时候，我想着他一个外地人在这掏空积蓄买房，的确不容易，就同意了。结果我的通情达理到他妈嘴里成了倒贴，不要钱，儿子有本事，在他家亲戚面前好一顿嘲讽我。他妈不是爱宣传吗？我就帮他好好宣传宣传。我冲他凶道：再说了，有一句错的吗？你给彩礼了。陆明气急败坏：好，
我就知道你家就是卖女儿，贪图钱，把钱看得比什么都重，听得我都要笑死了。明明他家才是视钱如命的，还有脸说别人是有本事你就把彩礼补上。陆明听我这么一说，堵得半天说不出话来。后来陆明再找我，10口不提彩礼的事，他不提，我提，不管他说什么，我都说不彩礼。不用猜，我都知道，那头他的表情一定很难看。念叨了一阵子，陆明真的给我转了4万，估计他心都在滴血。陈兰贼心不死，又催陆明把我喊过去照顾他，这我能顺他的意。到了地方一看，陈兰歪在沙发上看着电视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他快临盆了呢。面前的果盘里只有橘子，明明有垃圾桶，皮还扔得一地都是，这脏乱差，看得我脑仁直突突。我有点轻微洁癖，上一世陈兰在前面糟蹋屋子，我黑着脸跟着屁股后面收拾，然后陈兰就去找陆明告状，说我瞧不起他，给他甩脸色看。陆明又跟我一顿好吵，但他也知道他妈拉他理亏，就道德绑架。我妈因为你都把孩子打了，你让他怎么了？句句因为我，气得我脑仁都疼。后来我知道陆明指望不上，死心了，就撕破脸跟陈兰吵架。陈兰指着我的鼻子让我滚，说这是他儿子的房子，跟我没半毛钱关系，气得我大闹一场要离婚。结果陆明又是各种求各种哄，我那时候以为他是爱我的，劝自己只要2个人过好日子就行，对陈兰忍了又忍。后来才知道，不过是因为我是独女，她想吃绝户罢了。再加上我已经因为我妈为了你都把孩子打了给拿捏住了，陆明才不放手的。呵，这辈子我可不能再犯傻。我立刻大呼小叫起来，呀阿姨，你这怀着孕呢，怎么能吃橘子呢？等我来给你买点进口水果。陈兰一听，本来拉着的脸笑了起来。我打开美团搜附近的高档水果店，刷刷刷点了300多，付款的时候选了陆明的亲密付。有次好友聚餐，讨论起恋爱开支时，知道了我跟陆明一直恋，他们好一顿嘲笑陆明，大概是虚荣心作祟。陆明当场给我开通了5000的亲密付，尽管我一次也没用过，余额不足，付款失败。我他妈的直接气笑了，不愧是陆明抠搜男，竟然偷偷改了额度。我不死心，删了些水果，200多，付款失败，又删；100多，付款失败，又删；90多，付款成功。可想而知，亲密付额度只有100，我这气的恨不得给陆明竖个大拇指，绝！又想要好名声，又不想花钱，啥好事都占了。正吃着水果呢，陆明信息也发来了，媳妇，你是不是用亲密付了？我没别的意思，就是怕别是盗刷之类的。呵呵，向来说我没别的意思，我不在意的人，偏偏就是有。我把陈兰吃水果的样子拍给他，对，给阿姨买了点水果。怎么了？陆明那边正在输入了好一阵子，估计是想问怎么不花我自己的钱。媳妇，你是不是钱不够了？钱不够跟我说，以往这时候我都会说不用，够。虽然我工资只有7、8千，但我物欲低，开销小，而且我父母还会补贴我。今天我飞快地回复他，这不给婚房买家具了吗？是没钱了。你先给我打2万吧。陆明那边沉默了好长时间，最后赚了2000过来，2万变2000，直接打骨折。他又哭诉自己房贷高，压力大，还假惺惺的让我找我爸妈借，说他会帮忙还。呵，你也知道你房贷高，没钱你还想给你妈养孩子，不就是指着我吗？不就是看我独女，指着我爸妈吗？典型的，你嫁了我，你全家都是我的，
我没理他，歪在沙发上玩起了手机。大概是今天吃到了甜头，陈兰态度还行。小宋啊，你看这都快4点了，那菜还没买呢。言下之意就是让我去买菜做饭呗。上一世撕破脸之前我脸皮薄，听懂这种暗示之后就去照做了。现在我收了手机，拎了包，在陈兰以为我要去买菜的时候说：“哦，我还有事，就不用留饭了，阿姨，拜拜。”陈兰那脸别提多难看了。小区里人不少，有大姨看到我说：“哎，你不是3号楼那个？”我当即扬起傻呵呵的笑。对，这不准婆婆怀孕了吗？男朋友让我来照顾照顾她妈。大姨的表情顿时一言难尽，有鄙夷，有气愤，有同情，还有恨铁不成钢。今天又添一道八卦，真是完美。晚上陈兰大概知道了水果是花陆明钱买的，朋友圈里又是一顿阴阳怪气，花别人的钱做人情，有些人真是好意思。我赶紧点了个赞，气死他！事情到这一步陷入了僵局，无论我怎么气人，陆明就是不提分手。毕竟我是他能接触到的女孩子中条件最好的。直到公司宣布要开海外业务，需要一拨人去，我二话不说找了上司王姐申请。王姐惊讶地看着我：“你不是快结婚了吗？这海外一去可就是1、2年。”我知道，我笑嘻嘻地看着王姐，我这不准备跟姐大干一场，闯一番事业吗？王姐是一位大龄单身女强人。这次去海外分公司干了一波业绩后，直接升级副总。上一世在听说了我的八卦后，他没有选择道听途说，而是找我聊了很多，开导我，也诉说了他作为大龄未婚人士也曾遇到一些流言蜚语。这个世道有个叫名声的东西，你可以不在意它，但一旦在意，你会发现他对女性尤为苛刻。不抽烟不喝酒就可以叫好男人，而不抽血不喝酒的女人却不算好女人。只冲一次奶粉哄一次睡就叫好爸爸，而只冲一次奶粉哄一次睡的却是坏妈妈。不嫖娼不家暴的就叫好老公，不嫖娼不家暴收拾家务挣钱养家孝顺长辈等等的女人才是好老婆。上一世我原来也打算申请的，却因为陆明放弃了。每当看到王姐朋友圈里那副为自己热爱的事业拼搏的样子，心里都遗憾死了。那行，我带着你。王姐同意了。很快，公司的外派名单下来，我高兴地拍了照发了朋友圈。陆明追到公司指责我：“你什么意思？我们快结婚了，你突然要去海外，刚结婚你就让我当和尚吗？”呵，听听这都是什么狗屁言论，多听一句我都要吐。我的职业发展还没他的那方面需求重要，我追求职业发展不行吗？又不是阴阳两隔。陆明跟我吵啊吵，说不出什么好理由，翻来覆去地说我不允许，笑死我了。他当他是谁？一句不允许就把我腿绑住了吗？我多赚点钱不好吗？就你那点工资，我再不多赚点，喝西北风吗？陆明脸色发青，他最恨别人提钱了。你要是去，我们就分手。老天，我终于等来这句话了。我装作一副不可置信的样子。行，这可是你说的，有本事你就发朋友圈告诉所有人，别到时候又一副要死不活的样子求复合。陆明被我激得眼睛通红，当场发了个朋友圈，还把理由写出来了，把我描述成一个不负责、没担当的人。我心里笑得牙花子都要露出来了，截图留证，顺势也发了朋友圈。陈兰知道我们分手后，追着我要4万彩礼钱，微信给我发：小姑娘家家的要点脸，别搞骗婚这一套。
为了4万块，连名声都不要了，我真是笑疯了。陆明这个抠搜男，自己舍不得4万块，把他妈拉出来当枪使，否则钱是他私下给我的。陈兰怎么知道？我把婚房家具的发票拍给他，陈女士，新家具总共4万2，你这还欠我2000呢。陈兰急了，给我发语音说，家具是你自己要买的，我可没让你买，你这是自愿的，凭什么找我家要钱？呵呵，牛了牛了，别人给他家掏钱就是自愿，他家给别人掏钱就是诈骗。我工作忙，懒得理他。哦，那你报警吧。隔了1天，陈兰又拉了个清单找我，上面有近期的亲密付账单和4000燕窝钱，我真是头都要笑掉了。他家所作所为可真是不出所料啊。至于为什么只有近期的，大概是因为之前一直吧。陈女士，这钱可都是花在你身上了，你好意思？你说花我身上就花了，我儿子说这钱你用了，你这属于偷盗诈骗，一共8000多，不还钱就让你坐牢，不来一次硬核的，我看他是不死心。那你快报警吧，我等着。下午真有2个警察到公司找我，王姐说她是领导，非要陪我一起去警局。到了地方，陈兰就摆了弱者的姿态，抹着眼泪哭诉我骗婚骗钱，惹得女警一个劲地安慰她。陈兰惯会使装可怜这招，上一世一吵架，她就出门嚷嚷抹黑我，让围观的人指责我。嘿嘿，谁让我这一次也是有备而来呢？我打开包，开始往外掏文件，这是家具发票复印件，这是高档水果和营养品订单复印件，这是陈女士吃水果的照片，这是陆明知情的聊天截图。我掏一件，女警的脸就黑一点，哈哈，被人当傻子的滋味不好受吧？陈兰一看这招不好使了，开始撒泼。你胡说，家具是你自己买了往新房送的，你那是赠送，凭什么要钱？呵呵，听听听听，这都什么不要脸的说辞？王姐听不下去了，她自己没房子吗？凭什么要送你家具？陈兰翻了个白眼，谁知道，兴许是你看我儿子帅拼命倒贴。我拉着王姐不让他再吵，跟这种撒泼的人没什么好吵的，你根本不可能用正常的逻辑来吵赢，纯粹只能气到自己。转向警察询问，警察同志，你看我这些证据能不能证明清白？警察已经明白了原委，自然不会难为我。是的，陈兰一听不乐意了，警察同志，你不能这么放过他呀，他这骗钱啊，他骗我儿子那么多钱怎么办？警察板着脸，他这不属于诈骗行为。陈兰做事就要撒泼打滚，我乐滋滋地给他出主意，你要不服气，你去告我呀！气得陈兰脸色铁青，咬牙切齿，恨不得扑上来打我。我知道陈兰并不会告我，上法院的话得陆明出席，陆明这个小人可拉不下脸。回了公司以后，王姐跟同事好一顿八卦，把舆论都引到偏向我的这一方。很快我就踏上了出国的飞机，跟陆明一家子说拜拜。没多久，陆明突然在微信上对我嘘寒问暖，我心里纳闷，就找闺蜜打听了一下，原来陆明去相亲，跟上一世一样。别人一听说他妈肚子里还有一个，压根就不见他。呵呵，现在想起我的好来了，晚了，我才不理他，直接拉黑。垃圾男人，影响搞钱。又过了2、3个月假期回国，我正跟闺蜜逛街呢，忽然被陆明堵到。他一身西装，人模狗样，带着5、6个共同好友。媳妇，陆明手捧玫瑰花，深情款款。我看着那花，只觉得格外讽刺。以前大节小节情人节，什么礼物都没有不说，
陆明还嘲讽手捧玫瑰花的情侣。我说，花是植物的生殖器官，恶不恶心？媳妇，你可不能学他们这么没品。我还能说什么呢？我只能装作懵懂，不点破他抠搜的事实。现在求人了，知道买花了。他把花递到我面前，一副志在必得的样子。媳妇，对不起，之前是我猪油蒙了心，分手后我才知道你对我的好，我爱你，希望你能重新给我一次机会。围观的除了好友，渐渐还有一些看热闹的路人，他们起哄，答应他，答应他。人都拉下脸了，还不快答应？浪子回头金不换啊，不答应他得多丢脸啊！这女的不会要害他丢脸吧？他妈的，是他自己做的事丢脸，什么叫我害的？好感人啊！是我就同意了，矜持过头就装了。我一把把人群中说这话的姑娘给拉了出来。你不是要答应吗？那你快答应吧，他妈二胎马上就要生了，着急等个儿媳妇去伺候月子呢。那姑娘听我一说，脸刷一下就变了，呸了陆明一口，又对我翻个白眼，然后骂骂咧咧地走了。神经病！围观人声音一下小了，但还围着看热闹。陆明也急了，直接单膝跪下：媳妇，你要是不想让我妈生二胎，我回去让她打了。我一听这话头大了，可别辛苦一遭又回原点了。陆明，你还有没有点良心？你妈说了，她这辈子就想要个二胎，怎么？你是怕多个弟弟妹妹跟你争遗产？陆明慌忙想辩解，我没，大概想说他家也没遗产可言。我马上打断，子不嫌母丑，狗不嫌家贫。你爸妈把你养这么大，又供你读书买房，你怎么狠得下心这么对你妈？我真的很失望。道德绑架吗？秃吗？谁不会？围观的路人开始站在道德高地，对陆明指指点点。没良心，白眼狼白养了。陆明脸色发青，却还是调整了思路对我说：媳妇，我爸妈也很喜欢你，他们都很想你，你忍心让他们失望吗？这求复合说法真是气笑我了。道德绑架这一套可真是被陆明玩出花了。我还没来得及说话，就被闺蜜一把扯到身后，她还对着人群中的某男破口大骂：姓刘的你行，竟然骗我把小宋带来，他妈的，之前姓陆的一家子怎么作践小宋的，你们不知道，现在下家找不到了，知道回来求复合了，也不撒泡尿照，要不是校园恋情，小宋这家境能看上你这凤凰男？恶心吐了！就你家那所作所为，活该一辈子打光棍。谁嫁你家才是瞎了眼！闺蜜骂上头了，气得眼都红了，一把抢过陆明手里的玫瑰花，狠狠摔在地上。我呸！恶心！共同好友里有2个女生，她们走出来，鄙夷地看了陆明一眼，拉着我和闺蜜走了。陆明还想追，被另一个男性朋友拦住了。我不禁有些感慨，家丑有时候外扬一下，好心人是会拉扯一把的，而不是像前世那样不知内情的朋友们被陆明蒙蔽，起哄劝我复合。闺蜜红着眼向我道歉，我如果知道陆明在，绝不会把你往这边领的，你可一定要看清了，不能再跳火坑了。我笑着应下了。假期很快过完，我又回到海外分公司，忙碌的日子使人充实，银行卡的余额数字使人心安。许久后，我从闺蜜那听到消息，说陆明后来又跟他妈好一阵闹。奇怪的是，陈兰没有像上一世那样把孩子打了。我疑惑之下找了当初加的同小区宝妈的微信，问了2句。她说陈兰被闹得也想打来着，结果肚子大了，有胎动了，一下母爱泛滥上来，说什么都要生下来。
再后来我回国过节，听说陈兰生了个儿子，却因为高龄加难产，孩子并不怎么健康。我拎着果篮往婚房去，不管怎么说，小婴儿是无辜的。结果刚到小区楼下，就看到陆明和他爸妈吵得不可开，里3层外3层围满了人。陆明脸红脖子粗，气得怒吼：“那是我婚房啊，你卖了让我怎么办？”陈兰抱着个襁褓在那抹眼泪：“不卖房哪来的钱给你弟弟治病？难道你要眼睁睁看他死吗？老天爷呀，我怎么养了你这么个白眼狼！”一直毫无存在感的陆爸指着陆明的鼻子骂：“老子卖个房要你指手画脚的，卖你房了？这房是你名吗？”陆明青筋直爆，满脸通红，气得说不出话来。真是活该！当初他家为了防儿媳妇争房，婚房虽然也有陆明的一半出资，可写的却是老两口的名字。他大概做梦都想不到，他妈嘴里的妹妹成了儿子，而孕激素使得母爱无限放大。他妈竟然为了小儿子道德绑架他，那我怎么办？没房我怎么结婚？陆爸气得上来甩他一巴掌：“老子养你这么大还不够吗？你想啃一辈子老吗？没房自己挣，上一世有我这个外敌在，他全家尽往一处使，要多和睦有多和睦。现在外敌没了，有内在冲突的时候，父母子女也反目成仇。我热闹看够了，正准备走，突然被陈兰的一声小宋吓得一个机灵。陆明看到了我，飞快走到我面前：“媳妇，你是来看我的吗？我就知道你还放不下我。”说着他扑通一声跪下：“媳妇，我错了，我们和好吧。你不是说舍不得离开你爸妈吗？我入赘以后，你爸妈就是我爸妈，孩子跟你姓。”我的天，他不会以为他这番话很感人吧？恶心吐了好吗？我还没来得及说话，一旁看热闹的人中就有说：“你可放过人家姑娘吧，你这家庭人可高攀不起。”就是人姑娘之前忙前忙后，你家倒好，说分就分。现在房没了，钱没了，想起人家的好来了，晚了。法律都规定小孩随意跟谁的姓，搞得跟妈妈姓是你多吃亏似的。就是没房没彩礼，可不就是入赘吗？甚至有大姨直接拉着我的手，生怕我点头：“闺女，这可不能答应。”陆明脸色铁青，愤恨地朝人群吼道：“关你们什么事？都滚！”我心里冷笑，上一世你们陆家用舆论压我的时候，可不是这么说的，那是见一个人拉一个人，非得让人家评评理，骂2句我这个恶毒儿媳妇才行。现在冷刀子插自己身上，知道不好受了。陆明，喜欢你的时候，你说什么就是什么，我现在不喜欢你了，你以为你是什么？我把果篮放到陈兰身边，不管怎么说，孩子是无辜的，更何况他还是你血亲的弟弟。陆明，你失去的只是一套房子，他失去的可是健康的身体。道德绑架吗？谁不会呀？陆明后来又各种围追堵截我，可惜我只待几天又出国了。他还想找我爸妈说情，结果邻居朋友早就知道了我的事，帮着我爸妈把人轰了出去。听朋友说陆明以死相逼，那婚房就没卖成，但老两口为了卖房，借钱把房贷还了，还许诺了远高于银行的利息。现在陆明除了还借贷的钱，还得给小孩的医药费，因此恨不得打3份工，整个人憔悴邋遢的不行，再没有以前朋友圈里营造的精英人士的模样。有一次还通过朋友发了张照片给我，神色憔悴，满脸油腻，还过劳肥。他朋友还问我心疼吗？我真是一头问号，谁给他的脸？脏了我的眼。我没回复，
反手就把这个人也拉黑了。5年后，我向公司申请调回国，王姐一阵挽留后，帮我提了申请，并且推荐升职加薪。有王姐这个副总提要求，更有业绩傍身。我回国后升任经理，快活死了。一天出差路上叫了个专车，车开了许久，司机突然说：“你变化挺大，越来越漂亮了。”我吓了一跳，从后视镜里好一阵辨认，才认出来是陆明。他胡子拉碴，满脸憔悴，毫无生机，完全没了当年的意气风发，跟上一世我被搓磨的样子一模一样。我忽然鼻子一酸，眼泪汪汪，倒不是因为陆明，而且因为自己。人这一辈子太难了，稍微行差一步，后果将万劫不复。上一世我明明也一样的优秀，一样的努力，却被道德绑架，被他家拉入泥潭，毁了一辈子。我抹了抹眼泪，笑了。是啊，而且我会越来越好。我相信，只要努力摆脱泥潭，每位女性都会越来越好。感谢大家的观看。本期影片，大家觉得是第一个故事精彩，还是第二个故事精彩呢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